在周日刚刚落幕的新加坡航展上，直十 M1 武装直升机真机公开展示，这也是它首次在境外航展公开亮相。从名字上就不难发现，直十 M1 这款武装直升机是基于自用的直十霹雳火改进而来。编号后缀的 M 代表深度改进，E 则代表用于外贸出口。那么新型霹雳火战力到底有多强？选择新加坡航展首秀具有怎样的指标意义？另一款明星飞机 C919炫舞新加坡向世界释放什么信号？本期节目，岛内资深媒体人施孝伟带来现场观察，评论员李亚强、秦真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2024新加坡航展吸引了来自约5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航空航天企业和机构参展。岛内资深媒体人施孝伟多次参加新加坡航展，而这次他在现场观察到，新加坡航展首次设立了中国馆，中国航空工业、中国商飞等企业也设立了专门展台，携明星产品参展。大家好，我现在在新加坡航空展中航工业的展台上。那这次新加坡航空展中呢，中航工业在整个展台中整个展场里面，它可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展台。那居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呢有这个中航工业的这个所谓的20概念。什么是20概念呢？就是它有包含它的歼20战机、直20直升机，还有运20运输机这3款飞机都在这个最中央的这个20概念区里面。除20家族外，现场展示的产品涵盖了战斗机、教练机、直升机、无人机、运输机、特种机和航空应急救援装备等7大类，体系化展示了具有高技术水平和广泛市场前景的产品。其实我们还看到它有非常多的包含直9的这个反潜型，还有包含我们看到它有包含像山鹰还有这个 FC2000等等就 FC2000山鹰，还有呢枭龙战机以及这个歼10C 的这个出口型的模型也在这边。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信心跟能力把它的展品拿到国际商展上的这个展台上来展出，也就代表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对自己本身的科技还有飞机生产，还有以及生产制造，甚至于售后服务等等，都有非常强烈的信心。施孝伟在室外静态展区还看到了备受关注的直十 M1 武装直升机，这是该机型真机在境外航展首次亮相。从5直10的这个配备来看，它的这个配备有很多其他国家所想象不到的点。另外，它其实也包含了类似像这种毫米波雷达放在这个直升机的这个尾顶上面进行侦察等等，基本上都非常符合现在国际武器对于战斗直升机的这个各种需求。总体来看，直十 M1 体现出配置高、功能全、防御强的3大特点。根据施孝伟观察，直十 M1 武装直升机相关的机载武器也有现场展示，其中 CM502KG 轻型空地导弹具有适装性好、命中精度高、附带损伤小等特点，可对多种战术目标进行精确打击，战斗部重量11公斤，最大射程25千米。而天焰90导弹则是专门为直升机对战设计的一款空对空导弹，是用来打击对手直升机的利器。此外 ，GR5 精确制导航空火箭弹、FS-70B 空爆破片火箭弹以及大量23毫米航炮炮弹也有展示，凸显了直十 M1 强大的火力。我国直十 M1 武装直升机真机首次亮相境外航展，在新加坡航展非常吸睛，吸引了大量现场观众驻足参观。那么它有着怎样的作战性能呢？参加新加坡航展释放出什么信号？直十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款专用武装直升机，它有一个非常霸气的代号“霹雳火”，可见它的不凡。直十采用武装直升机通常使用的串列式双座舱布局，前座为驾驶员，后座是武器操纵员。前后座舱高低错落明显，让驾驶员和武器操作员能够获得良好的前方、左右以及顶部观察视野，提高了战场感知能力。串列式座舱还使机身可以设计的窄扁紧凑，迎头面积小，这样既减小了气动风阻，有利于提高飞行机动速度，也减小了雷达反射面积，降低了被地面火力击中的概率，提高战场生存能力。
作为一款专用武装直升机，直十的空中战斗力如何呢？在武器配备方面，直十的机头下方有一管23毫米旋转航炮，两侧短翼上有4个挂点，可以挂在导弹、火箭发射槽，挂载模式非常灵活。比如，如果对付装甲车、坦克、防空导弹车等点状目标，一般使用空地导弹；而对付炮兵阵地之类的面状目标，则使用火箭弹。武装直升机通常被描述为坦克杀手，因此直十能挂多少反坦克导弹也成了关注的焦点。据介绍，当进行攻击敌方坦克集群作战时，直十一般的挂载方案是8枚空地导弹和2个火箭发射槽。如果每枚空地导弹按85%的命中率来算，一架机一次出动至少可以攻击6辆敌方坦克。那么一个直十4机编队，武器总携载量为32枚反坦克导弹和8个火箭发射槽，再加上4挺23毫米机炮，这样的火力足够摧毁3个坦克连。除了执行对地攻击任务以外，直十还可以挂载天雁90空导弹，进行对空作战，猎杀战场上的敌方直升机或者无人机。可见，直十不仅有优越的飞行机动性能，还能挂载不同的武器，灵活执行多种作战任务。值得指出的是，直十在大批量装备部队的同时，也在进行持续升级改进，综合作战性能不断提高。此次亮相新加坡航展的直十 ME 就是最新的改进型，在外观上有诸多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旋翼顶部多了一个小帽子，这是一款毫米波雷达，能够在各种气候环境下实现全天候远距离的目标搜索和跟踪，可以更快速获取战场态势信息和敌方目标。而配备顶置毫米波雷达的武装直升机有一个典型战术，就是整个直升机编队隐藏在山脊后面，只有1架直升机出来侦察，为其他武装直升机群分配打击目标。当打击方案确定以后，编队将拉起跃出山脊，各自锁定目标，向远处目标发射导弹后撤离。这样的攻击具有非常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将敌人打得措手不及。据报道，直十 ME 还在机动性、航程、防护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升级，综合作战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有评论指出，直十 ME 凭借良好性能，已经成为全球中型武装直升机中的佼佼者。真机亮相新加坡航展，也彰显了中国军工的自信。那直十 ME 型的武装直升机呢亮相新加坡航展，主要就是为了针对一些特定地区的重要客户，尤其是像东南亚的、像中东的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呢有自己的国防上面的很大的需求，而且呢还有比较好的一些经济基础，可以购买一些先进装备。像直十 ME 这种中型的武装直升机，它的消费比非常高，经济实惠，而且呢作战能力比较强，这个是它突出的优势。武装直升机被称为树梢杀手，如果与坦克单打独斗，武装直升机具有绝对优势。在海湾战争中一战成名的美国 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它不仅打响了对伊拉克军队的第1枪，还全程打到战争结束。在这场海湾战争中，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总共发射4000多枚地狱火导弹，摧毁了500辆伊拉克军队的主战坦克以及数百辆步兵战车、装甲车，占到了当时多国部队摧毁伊拉克军队坦克、装甲车辆总数的1/3，而自身只损失了1架，是名副其实的坦克杀手。在俄乌战场上，也有武装直升机出击的经典场面。2022年2月24号，俄乌冲突全面爆发的第1天，大批俄军卡52武装直升机冒着乌军地面的防空火力，不断抛射干扰弹，掩护搭载空降兵的米8运输直升机强袭安东诺夫机场。这幅震撼场面就是俄乌冲突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也是卡52的最初亮相，可谓是俄乌战场上的急先锋。不过，随着乌克兰军队武器的升级，俄军至少25架卡52武装直升机被击落。战场的检验让各国开始更新武装直升机战术战法。据报道，美国率先开始推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协同作战战术，也就是让树梢杀手在背后放冷枪，
由无人机前出充当耳目，通过统一的指挥系统，将侦察的信息共享给直升机，最好还可以为直升机发射的导弹进行制导，也就是常说的 A 射 B 导。武装直升机未来的发展肯定会呈现一个多赛道并重的局面。传统的这些能力也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呢，与无人机协同作战，这个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包括隐形的，包括轻型的包括各种的，包括察打一体或者侦察或者打击这些无人机进行作战，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它可以把整个陆军的这个作战的体系呢向外进行一个很大的延伸，所以这方面的意义是非常的大的。在新加坡航展上的另一位明星飞机，中国国产大型客机 C919也迎来国际首秀。C919在各国专业观众和众多国际媒体面前进行了航展上首次正式飞行表演。在室外静态展示区，各国重要客户、特邀嘉宾和专业观众登机参观 C919。作为中国首款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 ，C919亮相海外，展示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实力和潜力，也彰显中国的开放胸怀和国际合作能力。因为它是国际合作的硕果。C919的零部件供应商中包括美国通用电气、霍尼韦尔等全球知名企业。国际供应商从 C919的成功中受益，共享这份骄傲。实际上，总体集成是大飞机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光各种各样的接口 ，C919飞机上就有几百万个，关系到液压、航电等多系统之间的关联，绝不是简单的拼接。2000多份机翼图纸、机头、机身、机翼、翼吊发动机等一体化设计。近200项专利申请，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C919，全部设计均由中国人自己的团队自主完成，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的飞跃。C919的此次亮相被国际航空业观察人士称为本届航展的故事主线。C919飞出国门，打破了非 A 空客即 B 波音的局面，为各国航空公司提供了 C 中国商飞选项。因为干线客机这种重要的交通装备，其实呢也是工业皇冠上的一颗明珠。现在这颗明珠已经是被中国航空工业所掌握了，所以呢 C919成功意义非常重大。在国际市场上，那它肯定面临着这种传统惯性的这个挑战。它的性能已经非常优异了，但是呢如何让大家接受，这个我们还需要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刚刚落幕的新加坡航展上，中国军工企业参展的产品涵盖了军机、无人机、防空系统、装甲车辆等多个领域，数量大，类型多。请教一下李先生，您对新加坡航展上亮相的中国展品有怎样的观察？我们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富造飞机，穷造导弹”。我们看现在航展呢，我们已经开始大规模参加国外的各种各样航展，不管是迪拜还是新加坡，包括我们自己国内的珠海航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航空产品，包括军用的飞机，已经开始大量的走向国际市场，走向世界。这一点说明我们的工业、我们的经济基础、我们的科技水平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甚至可以说，我们的航空工业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世界上的第一方阵的这个阵列里头。当然，我们的距离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依然在追赶。但是在局部的一些领域，比方说像无人机，甚至像有些远程的空对空导弹等等一些个别的项目上，我们已经跻身于世界最先进的行列。这个表明我们国家的整个航空工业，我们的整个国防工业，它体系完整，它的装备发展的比较全面、系统，而且呢，价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还有具备更多的先进性、更强的这种作战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仅能够满足我们国家自己的这种国防需求，也能满足友好国家的安全需要。
武装直升机作为飞行陆军的带刀侍卫，不仅要武艺超群，还得有多种技能傍身。在新加坡航展上，直视 M1真机首次在境外公开展示，备受关注。请教一下秦先生，它都有哪些本领呢？总体来说的话，实际上现在的武装直升机，我觉得，它有多强的攻击能力倒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它的生存。从俄乌冲突大家看得很清楚，俄罗斯损失了大量卡5-2武装直升机。也就是说，在打击敌人的同时取得多少战果，应该放在第2位。武装直升机保存自己保证直升机的安全，保证驾驶员的安全要放在第1位。所以附加装甲也好，这个紫外告警装置也好，都是为了直升机的安全。装甲直接抵御弹药的攻击，那么，紫外告警装置是对来袭的导弹对驾驶员有一个提前的警告预告让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出反应做出规避。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当下全世界对有人驾驶的武装直升机的生存率是有很多争议和讨论的，对它今后在战场上的价值也有很多争议和议论辩论所以我个人认为，对我们的直视 M1来说，最大最亮眼的改进之处就在于它增强了防御能力，增强了生存力。在新加坡航展上，美军展出了包括 F-35A 隐身战机、P-8A 反潜巡逻机、B-52H 战略轰炸机、KC-135空中加油机等众多现役主力机型。其中 B-52H 罕见的以双机编队低空飞行方式亮相，大秀肌肉。那么，美军意图在新加坡航展上释放出什么信号？这些飞机为何被称为在亚太地区的空中搅局者？B-52轰炸机在航展的第3天飞临上空。那这2架飞机早上6点从安德森基地起飞，12点28分的时候准时通过了樟宜基地樟宜机场的这个展示区。那这2架 B-52轰炸机呢，在过去通常是起飞一架担任预备机怕说万一2架的这个飞机在飞往新加坡的路程上有任何的这个状况，其实平常你要能够同时看到2架 B-52轰炸机的编队也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B-52H 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模拟轰炸这一字眼，严重破坏地区安全。比如 B-52H 就曾多次在欧洲方向对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等地进行模拟轰炸。而在亚太地区 ，B-52H 也时常飞进南海、台海、东北亚相关空域，目的不言而喻。这次以双机编队的大阵仗亮相新加坡航展，又有怎样的考虑？这种轰炸机亮相的航展，其实就是为了显示一个美国军队在该地区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这是故意的一种政治上的宣示。美国作为一个海洋霸权国家，它是一定要控制像新加坡这种重要节点的，所以呢 B-52在这儿经常的要飞一飞，保持它所谓的这个恫吓。另外呢，现在美国军队在全世界其实面对了诸多的挑战，它的霸权都已经松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美国军队更需要在其他的地区，在世界其他地方去展示自己的肌肉，展示自己的武力。B-52绰号同温层堡垒，是美国空军的一款亚音速战略轰炸机，机长48.5米，机高12.4米，翼展为56.4米，最大起飞重量达220吨，武器舱容积约为24立方米。加上机翼下方的挂架，最多可携带31.5吨弹药。自1955年开始交付使用以来 ，B-52总共生产了744架，先后发展了 A、B、C、D、E、F、G、H 等8种型号。自上世纪冷战以来 ，B-52几乎参与了美军所有对外干涉行动。上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陷入持久战。于是制定了一个对越南的疯狂轰炸计划，让全世界首次知道何为地毯式轰炸。在越战末期的后卫2战役的11天时间里，美军完全以 B-52为主角，轰炸了北越18个工业目标和14个军事目标，其中包括8个萨姆防空导弹阵地，总共投弹15200吨，再加上美军战术飞机所投的5000吨炸弹。总共炸死北越人员2368人，炸伤1355人，摧毁北越2000间房屋，
372辆铁路机车和300万升石油产品。另外，美军在后卫2战役期间的大轰炸，还造成北越80%的发电设施被毁，超过500处的铁路被炸断。由于 B-52的服役年限已超半个世纪，在美国空军还出现了祖孙3代同飞一架 B-52的情况。不过，如今的 B-52H 性能比最初有了很大的提升。B-52在冷战时期，它是一种核子轰炸机，它携带这个传统的核弹，要飞到敌方的这个领土内进行攻击。但是现在，其实以 B-52轰炸机来讲，要飞进任何一个防空系统完整的国家执行空袭任务，那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B-52它现在呢，在任务跟决策上来说有非常大的这个转换。它通常会利用这个机身跟机腹内的这个弹仓跟机下的这个挂架吸挂类似像 AGM-158那个 JSSM 这样的一个飞弹呢，来提升它的打击能力。美空军现役的70多架 B-52H 经过改进以后，最大航程超过1.6万千米，可从美国本土起飞到世界大部分地区执行作战任务。在打击武器方面 ，B-52H 可携带核炸弹、常规炸弹、核巡航导弹和常规巡航导弹、反舰导弹、水雷以及高超音速导弹等，作战灵活性极大。在一段 B-52H 挂载 HM-86B 战略巡航导弹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HM-86B 头部安装有新型的 W-804核弹头，说明美国空军正在谋求提升 B-52H 的核打击能力。而 W-804这款核弹头已经进入服役前的测试阶段。另外，美空军还在不断尝试提升 B-52H 的对海打击能力，使其能够挂载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AGM-158C 是美军新一代远程反舰导弹，代号拉斯姆。美军一直不肯透露 AGM-158C 的射程，但是从增程型 AGM-158B 的情况可以推测其最大射程接近1000千米。再加上采用了隐身外形设计，半穿甲战斗部又重达457公斤，比美军现役鱼叉反舰导弹的战斗部重了1倍，毁伤能力更强。据称，一枚 AGM-158C 就足以对5000吨以上的大型水面舰艇造成重创。搭载该型反舰导弹的 B-52H 轰炸机也无需暴露于对方防空系统的威胁下，就可以在防区外对海上目标发动攻击。日前，美空军就出动 B-52H 与菲律宾空军展开联合行动，给菲律宾在南海的滋事挑衅行动撑腰。菲律宾空军发言人2月19号通报，菲方3架 FA-50战机与美军1架 B-52轰炸机当天在菲专属经济区内展开联合空中巡逻，这也是自去年11月以来美菲在南海举行的第4次联合巡逻。以这个 B-52轰炸机来讲，未来在亚太地区还会有一段非常长时间的存在，它也会继续的持续在包含像南海大陆的这个东南沿海进行这种所谓的威力巡航，也就是它在这个地方呢，借由轰炸机的出现，它不见得要真的飞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外海，或是离中国大陆非常近的地方。假设说今天这个 B-52轰炸机离这个大陆东南沿海可能将近要400-500公里，也就代表它上面 JSSM 这个飞弹呢，可以飞到大陆内部约这个400-500公里。所以这其实现在你看这个美军所谓的这个秀肌肉，就要用这样一个方式看。在新加坡航展上，美军展示的另一款飞机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同样也是美军染指西太的重要空中平台。我身后就是美国海军的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呢，的确近来非常的频繁在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周边出现。那甚至于它在飞行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抵近中国大陆的这个领海基线。它有非常先进的包含电子侦搜啦，还有这个反潜所需的这种各项设备。如果到大陆的沿海或者说这个近海进行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呢，也的确可以借此来征收非常多的这样的情资。近年来，美海军频繁出动 P-8A 飞入南海，穿越台海，引发中国强烈不满。
有数据显示，仅在2021年11月，美军一共派出94架次大型侦察机到南海，其中将近80%的架次都是 P-8A。此外，解放军东部战区多次发布美 P-8A 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的消息，东部战区组织战机对其过航行动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那么 P-8A 的抵近行为威胁有多大呢？2022年4月，乌克兰方面声称用导弹击沉了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有报道指出，在事发前几个小时，曾有一架美国的 P-8A 在黑海附近巡逻，疑似为乌克兰提供了情报。据了解 ，P-8A 能够执行反潜、反舰、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任务。一架 P-8A 就能完成以往一架 P-3C 反潜机加一架 EP-3电子侦察机才能完成的任务。这也体现了 P-8A 在任务弹性、多任务能力方面的优势。其最核心的探测设备是安装在机头部位的 AN/APY-10型多功能雷达，能够跟踪256个海上目标。不论是小型作战快艇，还是处于通气管状态航行的潜艇，都难以逃过这个雷达的跟踪和定位。而位于机身尾部的一体化磁翼探测系统，配合声纳浮标，则可以对水下潜艇目标进行搜索、探测和定位。在机载武器方面 ，P-8A 的机腹设有一个内置武器舱，前机身下方有2个挂点，两侧机翼下共有4个外挂点，总载弹量10吨以上。我也有在这次航展中实际登上过这架飞机，这个飞机本身具有强大的这个侦搜能力之外，其实它也有具备强大的攻击能力。例如它的机身后方就是主翼后方呢，它有它的炸弹舱，这个炸弹舱里面可以挂5枚Mark 46或 Mark 52型的这个反潜鱼雷。那其实除了挂鱼雷之外，也可以挂其他的武器。那甚至你看到它的主翼下面方那个在发动机的外侧也有挂架，那这个挂架可以用来吸挂鱼叉反舰导弹。今年1月，美日韩澳印5国在关岛举行第6届海上之龙联合反潜演习，其中美国海军就派遣 P-8A 参加夜间反潜演练，从距离目标区域2500千米的基地起飞，遂行反潜任务，并出动1艘攻击核潜艇充当假想敌目标。重点演练昼夜不间断作战和有人无人机协同反潜作战。演习中，美国国防部多次鼓吹 P-8A 反潜机的作战效果，并鼓励盟友加快装备通用性和互操作性的建设进度，为武器装备出口造势。此外，美军在静态展示区展出的2架 F-35隐身战斗机也是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这次在新加坡航展上的空中飞行展示中，美空军的 B-52H 战略轰炸机低空飞过人群，而且是罕见的采用双机编队模式，最受关注。有观察指出，此举显然不是来表演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展示威慑。请教一下李先生，美空军背后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这款飞机并不是一款先进的飞机，而是一款过时的飞机。但即便如此，由于它是少数的世界上仅存的这种战略轰炸机，因为美国也就是3种，俄罗斯也基本上只有3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战略轰炸机本身由于它的战略作用，它依然可以在战场发挥作用。所以美国派 B-52来参加新加坡航展，它并不是为了显示它的装备的先进性，而恰恰是显示这种它的老寿性依然存在着这种比较强悍的作战能力，这个恐怕是美国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当然，一个老旧飞机现在依然能够飞行，本身也表明了 B-52型飞机在可靠性、在可维修性以及在不断的改进过程中，使它能够续命，能够继续延寿，这个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先进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B-52来参加新加坡航展，更多的不是来显示它的所谓先进性，更多的是显示它的威慑能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进入2024年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美军就不断拉拢盟友，在亚太地区密集举行了多场大规模军事演习。有韩国媒体指出，日韩澳非等国在美国怂恿下，已成为美国在地区事务中的马前卒。美国以延伸威慑等噱头为幌子，不断捞取红利。请教一下秦先生，您对此是如何分析？肯定是这样啊，而且它主要威慑的国家就是中国，当然也连带着还有朝鲜啊。而且通过这种捆绑比较紧密的同盟，它就在整个东亚地区形成一个所谓的带有比较强对抗性质这样一个小圈子啊。小圈子里的这些国家都要依附于美国，那么美国就会获得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售卖武器，比如说唆使某些国家进行一些挑衅碰瓷儿的动作，啊，比如说武器，我们看到，日本最近已经拨款购买这个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啊。日本最新的万吨级的大型驱逐舰上边装的宙斯盾系统等等，很多武器系统、探测系统也要购买美国的，啊，首先从军备上他就赚了一大笔钱，啊，然后他又不断的，比如说怂恿菲律宾的这个军方对一些和中国有争议的岛礁啊进行补给啊等等，这样一些挑衅的碰瓷儿的动作，啊，来达成他这个对抗中国啊，在区域之间挑动这种对抗的这样一个很阴险的目的啊。